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快速发展，基建行业也在不断得到突破。被冠以基建狂魔的中国，在基建领域又有了好消息。由中国自主研制和建造的一艘火车航母精彩亮相，它的出现成功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。不仅技术领先全球，还是全球体型和载货量最大的火车航母，就连美国也厚着脸皮花巨资求购。那么切诺基号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呢？为何它如此吸引美国？中国建造火车航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众所周知，火车是常见的陆地交通工具，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人类离不开火车，不仅是因为出行方便，还有一个原因是火车的运转能力强，同时在陆地运输的成本又很低。但是火车也存在一些问题，火车的交通轨道只能在陆地上行走，到达的地方有局限性。比如说一些临海的城市，这些城市与城市之间存在海洋地带，就必须用船只将火车运输过去了。如今中国航运事业也在高速发展中，航运事业发展的运输工具也是多种多样，其中最能体现该国民用船舶工业实力的，则是斥巨资所打造的一艘火车航母。于是在2021年，中国首次推出火车专用运输船切诺基号。切诺基号总长180米，宽38.6米，高达16.2米。火车运输船采用的是创新的双层甲板设计，与国内火车运输船仅主甲板装载火车有较大区别。除此之外，它的2层甲板上都密布着火车轨道。火车轨道长度2500米，不但可以一次性运载136节火车车厢，还能运送上百辆汽车，载重量最大可以达到21900吨，因此堪称火车航母。在切诺基号问世之后，美国便火急火燎地赶来购买。尽管当时疫情还挺严重，导致无法正常地进行线下付款，但美国购买的决心丝毫不减，还特意采取线上付款的方式。可以看得出来，美国很急切地想要买回去。事实上，其实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火车运输船，为何美国却独宠切诺基号呢？它的迷人之处到底在哪儿？据了解，原因主要有2个：一是中国的火车航母太过优秀，二是美国目前有这方面的迫切需要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前面有提及，切诺基号是目前全球载货量最大的火车航母。虽然它体型大，但它可不慢，它的航速高达14.4节，使其在同类产品中属于佼佼者。其次，它的装卸速度还很快，该船采用全上全下的方式装卸火车，并且针对码头轨道与船上轨道的对接问题，创造性地设计了变轨装卸功能，并配备专门的火车绑扎设备，装载效率高，2小时内可完成136节车厢的装卸要求。2小时装卸136节车厢是什么概念？在切诺基号出现之前，国内外火车滚装船的装卸速度基本只有其1/3不到。由此可见，切诺基号火车航母是多么的高效。让人惊喜的是，它还很稳。切诺基号对于火车的固定和保护也是极具特色的，独特的双层甲板设计直接增加了大量的运输空间。甲板轨道上的环扣能够牢牢地将火车车厢锁定在船上，只要风浪不大到让船倾覆，切诺基号上装载的火车车厢就不会有磕碰磨损。这些使得它的设计和性能在同类船舶中堪称性能第一。此外，基于中国对环境保护，在环保方面还有细致的考虑，所以切诺基号配置的装备是经济型废气再循环系统的小缸径低速机，也是全球第1台。这样的配置在进行合理化设计之后，使得船体运行时氧化物的排放减少了80%，更不会对海洋以及空气造成污染，既可以在继续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，也同时兼顾了环境的保护问题，更加符合现代运输工业的要求，保障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进一步实施。所以它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美国买火车航母到底有什么用？其实是因为在美国到墨西哥之间有一条固定航道用于物资传送，其中火车车厢运输就是里面的大头。只不过以美国以往的运输方式来看，通过海运方式运输火车车厢成本实在太高，至于陆地运输就更不划算了。
不仅空绕一圈增加了时间成本，而且整体投入也低不到哪里去。其次，自从疫情以来，各个国家的经济都受到影响，特别是在海上运输方面也受到了非常大的约束。而我国呢，在疫情方面确实防控得非常好，所以我国经济恢复得也非常快。而且在这一个过程中，我们正在一步步地突破新的技术，迎来了火车航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就成为了美国的不二选择。很多人又会好奇了，美国这么厉害，难道就没有自己的火车运输船吗？其实是有的，但是都是上世纪的火车运输船了，不仅非常的老旧，运输速度和性能方面都比我国的火车航母差很多。对于美国而言，更是看重效率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着急花重金来中国买火车航母了。美国技术这么先进，为何自己不造一台？原因很简单，美国想造，但是造不出来。看似很容易，实际上在建造过程中对各项技术的要求是非常严苛。混装船变轨技术本身就是各国难以攻克的技艺，也正因如此，美国想用这种船舶只能来中国买。我们知道中美关系一直都很微妙，为何中国会卖给美国呢？不仅仅可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，而且实力这么强大的国家也来中国购买切诺基号，也意味着我国的制造已经得到了全世界人的认可。有部分民众不自信，觉得中国曾经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联合进行技术封锁，怎么可能短短几十年里就能在某些领域超越美国呢？虽然在以前我国的船舶技术就像一张白纸一样，谁也没有做过，在中国也是首屈一指，甚至稍微一点点突破了就会被其他的国家打压。还好我们在这一方面从来没有放弃过，就算被打压了，我们也能重新起来。因为我们始终知道，只有自己掌握了技术才不会被制裁，只有不断的发展突破极限以及不断的创新，我们才能取得胜利。如今我们做到了，随着切诺基号的成功交付，也意味着我国在船舶建设上又迈进了一大步，我国再次领先于世界。中国制造让更多的人看到了，并且有很多的国家都纷纷地向我国抛出橄榄枝，厉害了我的国。我国所建设的这一个切诺基号，不仅在运输业中有着特别大的贡献，并且在大宗货物的运输上变得更加的便捷，同时也可以增强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些运输建设，和加强了我国的外交建设，使得为中国企业进一步抢夺船舶出口的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。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我国会有越来越多的技术与产品加入领跑行列，向全球一流目标前进的脚步也将永不停歇。